大家好，我是 Timmy。今天呢，我们来制作一款非常好喝的饮品——黑糖珍珠鲜奶。那它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制作一个 Q 弹的黑糖珍珠，而且呢，我们要搭配鲜奶呢来一起饮用哦。那我们这个黑糖珍珠今天呢，也是会自己制作的，做法非常的简单。之后呢，我们还会用这个黑糖糖水来煮这一个珍珠，味道和口感呢都非常的好哦，大家一定要试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方表吧。我们首先呢制作黑糖珍珠，这里呢我有用到黑糖来制作，那没有的朋友呢可以用红糖或者是赤砂糖来替代，风味呢会不一样，但同样呢也很好吃哦。那我们呢先把这个黑糖导入到我们一个厚底的奶锅里面，接着呢把水呢也加进去，盖上锅盖，开最小火，用最小火加热。用最小火来煮这个黑糖糖水，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黑糖呢有足够的时间呢去融化。刚才大家看见像这样子的黑糖呢，它都是块状或者是片状的，它融化的时间呢会比较久，所以呢我们用最小火盖上锅盖呢，是为了防止这个水分的挥发太多，导致我们最后那个水分的比例不对咯。那现在呢，我们先等这一个黑糖糖水沸腾。黑糖糖水沸腾了之后呢，我们先打开盖子。可以用一个刮刀检查一下这个黑糖有没有完全融化，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刮刀轻轻的按压一下，直到这个黑糖完全融化，变成这个黑糖糖水。现在呢，我们要再次的盖上这个锅盖，然后呢转为大火，把我们这个黑糖糖水重新煮至沸腾。如果我们这个黑糖糖水没有沸腾呢，就离火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这个木薯淀粉的烫熟不足，这样子和出来的那个面团呢就会比较粘手了。温度太低的话呢，它甚至会不成团。所以呢，这个大家记住了。大家现在看见的热气非常的多了，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完全沸腾了。打开锅盖呢，我们能看见里面呢还是一个沸腾的状态，我们必须要保持它是一个沸腾的状态呢，离火。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木薯淀粉快速的分2次加进去，先加入一半混匀，因为我们制作这个珍珠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这个木薯淀粉呢烫熟。我们会发现这个木薯淀粉呢越来越稠的，混匀之后呢，再把剩余的一半呢加进去。我们要持续的用这一个筷子快速的搅拌我们这一个面团，尽量把那些干粉呢全部都混进去。边缘呢还会有一点点的木薯淀粉，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倒到揉面垫呢来进行操作了。我们可以用刚才那个刮刀把它呢给刮一下出来。我们把这个黑糖珍珠的面团刮下来之后呢，它现在很烫，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我们呢要戴上一个手套，然后呢把那些干粉呢跟我们这一个已经混匀的那个珍珠面团呢给混在一起。正常来讲，我们这一个面团呢，它应该是不太粘手的。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揉，揉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因为现在这个面团呢还非常的烫。我们这样子搓下去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到呢，它会有一点点的颗粒。那我们在把这个干粉揉匀的同时呢，尽量把那些颗粒呢给揉散。如果揉不散的话呢，问题呢也不大，因为我们待会煮出来的那个珍珠呢是完全吃不出来的，口感不会影响。那我们大致揉到像这个样子，表面呢是光滑的就可以了。那现在它的那个温度呢还很烫，有40度以上，我这样子用手摸上去呢，它还是有一点点烫手的。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呢要做一个动作，先把这个面团搓开。搓珍珠的话呢，就是让它温温的时候塑形呢是最好塑形的，因为冷却之后呢，它就会变硬，表面呢有可能会干裂。然后把它搓长条之后呢，把它分成一小份一小份。先把它切开，然后呢，把它呢排列在旁边，留一条在外面就好了。接着呢，我们要用一个保鲜袋，轻轻的覆盖在表面，防止它表面干燥。不要用保鲜膜，因为用保鲜膜的话呢，它就会把我们这个面团呢完全的密封住。我们现在能摸得出来，它现在还是热热的。如果用那个保鲜膜的话呢，它就会产生水汽，然后呢，我们这一个面团的表面呢就会很湿黏。如果你的这一个珍珠面团做出来之后呢，有点粘手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沾一点点这个干的木薯淀粉呢放进去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搓珍珠了。我们呢先把这一个面团呢，把它搓长条，它的直径
径大概是1厘米就差不多了。我们先把它搓成这样子的一个长条，然后呢先对半切开，动作呢快一点，因为呢它很容易干燥。接着呢就可以把它呢再对半开，放在一起，然后呢把它切成均匀的小粒了。切的时候呢尽量让它们分散，因为现在呢我还没有沾那个木薯淀粉，它们会粘在一起的。那么把它切成这样子的一个小块之后呢，就可以呢把它搓圆了。那这样子珍珠就做好了。我们呢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呢就是要放一些木薯淀粉进去防粘。那这里呢我会先撒上一些木薯淀粉在这一个碗里面，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珍珠呢放在里面，然后让它滚上这个木薯淀粉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就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一个珍珠慢慢的搓圆。搓到一定数量之后呢，我们要这样子轻轻的晃动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碗，让我们这一个珍珠呢均匀的沾上这个木薯淀粉。那这一个呢就是珍珠搓圆的方法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但它呢就是比较耗时。如果大家想要偷懒的话呢，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首先呢，我们把这一个珍珠面团呢把它搓长条，像刚才一样搓成1厘米直径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像刚才一样，直接把它切成这样子的小块就可以了，不需要搓圆。那这样子的形状呢，跟那个芋圆呢是很像的。那么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呢，直接放在这个木薯淀粉里面，放下去之后呢，轻轻的晃动一下。这样子呢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看见我这里呢，因为是撒上去的木薯淀粉，所以呢它会比较干爽，每一颗呢都是分开的，木薯淀粉并不会太多。那像这一个的话呢，我的木薯淀粉很多，但是那个珍珠呢也同样是可以裹上去的。但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一个珍珠拿去煮的话呢，煮出来那一个水呢就会像一坨糊糊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煮这一种珍珠的话呢，要把它呢倒出来，用那个面粉伞呢把多余的木薯淀粉呢给过洒出来，像这个圆形的珍珠这样子呢，然后再拿去煮。好了，那珍珠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煮我们的这一个黑糖珍珠喽。我们要先大火烧开一锅热水，水的重量呢大概是珍珠的10倍，必须水沸腾之后才可以把珍珠倒进去哦，不然的话它们会粘在一起的。倒下去之后，我们要用勺子均匀的搅拌一下，防止这个珍珠粘底。我们就这样子打开锅盖，大火煮。像我这一个珍珠的大小，在珍珠浮面之后煮15分钟左右呢就可以了。珍珠呢它会膨胀变大，这样子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太看得出来珍珠是透明的，待会儿过冰水的时候呢就会看得出来了。那我们煮了15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呢，用一个漏勺把珍珠捞出来，放入冰水里面呢清洗一下。我们把珍珠放入冰水里面过一下，这样子会让这个珍珠呢更加的 Q 弹。放入冰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珍珠的颜色呢变深了，外层有一部分棕色的透明层，但里面呢是实心的。那我们全部都捞出来，放入冰水之后呢，就可以换一个小锅子来煮我们的黑糖糖水咯。那我们同样的先把黑糖呢放入一个奶锅里面，然后呢把水呢倒进去。配方中黑糖和水的比例呢，我们是按照150克的珍珠呢来进行配比的。我们把水加进去之后呢，要开大火，把水煮沸腾。我们这一个黑糖糖水沸腾了之后，用刮刀检查一下，看看黑糖是否充分融化了。黑糖完全融化了之后，就可以把珍珠从冰水里面呢捞出来，直接放入到黑糖水中煮咯。珍珠加进去之后，我们要改为中火，一直煮到这个黑糖珍珠变稠。期间呢，我们要不时搅拌一下这个黑糖珍珠，防止呢它会粘住我们的锅底，因为我们这一个糖呢是会粘底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我们煮到像这个样子，提起来能明显感觉得到我们这个黑糖糖水呢变粘稠了，这样子就可以关火咯。我们这个黑糖珍珠就做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就可以食用哦。这个珍珠热吃冷吃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一个黑糖珍珠舀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杯子里面。那加入的量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多放少都是可以的。倒进去这个杯子里面之后呢，我们呢要把这个杯子呢，像我这样子把它倾倒过来，让这个珍珠呢在这个侧面。然后呢，转动一下我们的这个珍珠，这
样子我们这个黑糖糖浆呢就会挂住我们的这个杯壁咯。接着我们只要把这一个冷藏的鲜牛奶倒进去呢就可以咯。我们就会看见这个黑糖糖浆呢在侧面有一个挂壁的一个效果，非常的诱人哦。那这个黑糖珍珠鲜奶就做好咯。如果大家有做出来，欢迎大家搜索我的微信公众号听雨家，在对应的视频教程下交作业哦。